定位、战略与市场的竞争 Positioning。The Battle for Your Mind 是由阿尔赫斯、L. Rice 和杰克·特劳特、Jack Trout 合著的经典市场营销书籍，首次出版于1981年。这本书提出了一种重要的市场营销理论，即定位 Positioning。该理论成为了广告和品牌策略的基础之一。以下是书中的重点内容。定位的概念。书中介绍了定位的概念，即企业如何在消费者心中建立独特的地位。它不是关于产品本身的特性，而是关于如何在消费者心中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脑海中的定位。赫斯和特劳特强调，消费者的脑海中只有有限的位置来存储产品或品牌信息，因此企业必须找到一个独特的、与他们的产品相关的位置，并努力保持这个位置。不可分割性。书中提到，定位是不可分割的，这意味着企业不能试图在脑海中占据太多的位置，他们应该选择一个特定的定位，并将其与品牌紧密关联。竞争对手的比较。赫斯和特劳特鼓励企业将自己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找出差异，并利用这些差异来建立自己的定位。这可以通过强调产品的特点，或者通过与竞争对手形成对比来实现重复和一致性。书中提到，为了在市场中有效地定位自己，企业需要在广告、宣传和所有市场活动中保持一致性。重复和一致的信息有助于在消费者心中建立稳固的印象。选定目标市场。赫斯和特劳特认为，定位需要明确定义目标市场，企业应该了解他们的目标市场，并确保他们的定位策略与这个市场相匹配。案例研究。书中包含了许多实际案例研究，展示了成功和失败的定位策略。这些案例研究有助于读者理解如何应用定位理论。总的来说，这本书强调了在市场中建立独特地位的重要性，并提供了一系列实际的策略和案例来帮助企业实现成功的定位。它对品牌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人士来说是一本重要的参考书，因为它提供了有关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的实用建议。定位、战略与市场的竞争中的定位概念是书中的核心要点之一。它指的是企业如何在消费者心中建立独特的地位，以使他们的产品或品牌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以下是对这一概念的详细描述。消费者心智地图。赫斯和特劳特提出，每个消费者都在他们的心智地图中拥有一些位置，这些位置用来存储关于产品、品牌和市场的信息。这些位置是有限的，因此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消费者只能记住和关注少数产品或品牌。这就是为什么定位如此关键的原因。建立差异化。定位的核心目标是使你的产品或品牌与竞争对手有所不同。这不仅仅是关于产品特性，而更多是关于在消费者心中建立独特的印象。这个印象可能与产品的品质、价格、文化、价值观或其他特点相关。情感和感知。定位涉及到在消费者的情感和感知层面上建立联系，这不仅包括消费者对产品功能的看法，还包括他们对品牌的情感反应。例如，某个品牌可能定位自己为年轻、创新和激进，而另一个品牌可能定位自己为传统、可靠和稳定。这两个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位置是不同的，吸引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关注目标市场。定位需要明确地定义目标市场，
企业应该知道他们希望吸引哪种类型的消费者，并确保他们的定位策略与这个目标市场相匹配。不同的市场可能需要不同的定位策略，一致性和重复，要在消费者心中建立稳固的定位。信息传播应该是一致的和重复的，这意味着在广告、宣传、包装和其他市场活动中传递相同的信息，以确保消费者对品牌或产品有一致的理解。总之，定位的概念强调了市场竞争中的关键原则，即要在消费者心中建立独特的地位，通过差异化和与目标市场的匹配来实现。这有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并建立有利于他们的品牌或产品的印象。根据定位、战略与市场的竞争中的脑海中的定位概念，这是一种强调消费者心智地图中的位置和印象如何影响购买决策的理论。以下是对这一概念的详细描述。消费者心智地图。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有一个心智地图，用来存储关于产品、品牌和市场的信息。这个心智地图是有限的，它包括了消费者记住和关注的特定位置。位置的有限性，因为脑海中的位置有限，消费者只能在他们的心智地图中记住相对较少的产品或品牌。这意味着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只有少数产品或品牌能够在消费者的心智地图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建立独特的位置。企业的目标是在消费者的心智地图中建立独特的位置，这个位置应该与产品或品牌的核心价值观、特性或优势相关联，以便消费者能够轻松地将它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避免混淆。如果企业试图在消费者心智地图中占据太多的位置，或者信息传递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混淆。消费者可能不清楚产品或品牌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购买决策。感知的现实。赫斯和特劳特认为，消费者对产品或品牌的感知就是现实，无论产品或品牌的实际特性如何，只要在消费者心智地图中建立了特定的位置，那就成了真实的现实。因此，品牌管理和市场营销应该专注于塑造这种感知，定期评估和调整。由于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不断变化，企业需要定期评估他们在消费者心智地图中的位置，并根据需要调整他们的定位策略。这有助于保持与市场的一致性和竞争力。总的来说，脑海中的定位理论强调了消费者心智地图的重要性，并敦促企业在其中建立独特、清晰、一致的位置。这有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因为消费者更容易识别、理解和选择与其需求和期望匹配的产品或品牌。定位、战略与市场的竞争中的不可分割性概念强调了定位策略的一致性和专注性。以下是对这一概念的详细描述。一致性。不可分割性意味着定位策略应该是一致的，无论是在品牌形象、产品特性、市场传播还是消费者体验方面。一致性有助于确保消费者对品牌或产品的印象是稳定和连贯的。如果企业在不同的市场传播中传递不一致的信息，消费者可能会感到困惑，品牌形象可能会受损。专注性。不可分割性还意味着企业应该专注于建立一个明确的定位，而不是试图在消费者心智地图中占据太多的位置。企业应该选择一个与他们的核心竞争优势或目标市场紧密相关的定位，并集中精力在这个定位上。
这种专注有助于提高品牌的清晰度，使其更容易被消费者识别和记住，避免模糊性。如果企业试图在市场中传达多个不相关的定位，消费者可能会感到困惑，不清楚品牌或产品到底代表什么。模糊的定位可能导致消费者忽视品牌，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它的核心价值。因此，不可分割性要求企业要避免模糊性，将所有努力集中在一个明确的定位上，与竞争对手的区分。不可分割性还有助于企业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如果一家公司能够在市场中建立独特、一致的定位，那么它就能够在消费者心智地图中占据与竞争对手不同的位置。这种区分有助于提高品牌的竞争力，维护稳定性。一旦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定位，企业应该努力维护它，以保持与消费者的一致性。这可能需要不断的市场研究和品牌管理，以确保品牌或产品的形象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总的来说，不可分割性是建立成功的定位策略的重要原则。它要求企业要在市场中建立明确、一致、专注的位置，以确保消费者对品牌或产品有稳定和清晰的印象。这有助于提高品牌的竞争力，使其更容易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根据定位、战略与市场的竞争中的竞争对手的比较概念，这一理论强调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需要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以寻找差异化和优势，并将这些差异化和优势用于建立自己的定位。以下是对这一概念的详细描述。寻找差异化。竞争对手的比较求企业仔细研究他们的竞争对手，包括他们的产品、品牌、市场定位和市场份额。通过这种研究，企业可以确定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异化。这些差异化可能涉及产品特性、价格策略、目标市场、品牌形象等各个方面。强调独特性。一旦找到差异化，企业应该强调这些差异化，使其成为市场传播和品牌建设的一部分。这有助于消费者将企业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并建立自己在市场中的独特性，建立竞争优势。竞争对手的比较有助于企业确定他们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指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明显优势，可以是产品质量、创新能力、成本优势等。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这些竞争优势，以吸引消费者并赢得市场份额。差异化的传播。一旦建立了差异化和竞争优势，企业应该将这些信息传播给目标市场。广告、宣传、市场活动和品牌形象都可以用来传达这些信息，以确保消费者知道企业的独特之处。与竞争对手形成对比。竞争对手的比较还包括将企业与竞争对手形成对比，以强调优势。这可以通过直接比较产品特性、价格、性能等方面来实现。这种比较有助于消费者更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企业的产品或品牌更有吸引力。灵活性和反应。市场竞争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企业需要保持灵活性，随时准备对竞争对手的行动做出反应。如果竞争对手调整了他们的策略，企业应该能够迅速适应这些变化，并找到新的差异化机会。总的来说，竞争对手的比较是一种市场营销战略，强调了企业需要仔细分析竞争对手，找到差异化和竞争优势，并将这些优势用于建立独特的市场定位。
这有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并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根据定位、战略与市场的竞争中的重复和一致性概念，这一理论强调了市场营销中的信息传播必须具有重复性和一致性，以建立和巩固消费者的印象。以下是对这一概念的详细描述。重复性。重复性是指企业需要不断地传递相同或相似的信息，以确保消费者多次接触到这些信息。这种重复有助于加深信息的印象，并使其更容易被记住。消费者通常需要多次接触相同的信息，才能真正吸收并形成对品牌或产品的印象。一致性。一致性是指企业在不同的市场活动和渠道中传达相同的信息，以确保信息的一致性。这包括广告、宣传、包装、品牌形象等各种形式的市场传播。如果信息在不同的渠道中不一致，消费者可能感到困惑，难以建立清晰的品牌或产品印象。建立品牌认知。通过重复和一致性，企业可以逐渐建立品牌认知。当消费者多次看到相同的品牌或产品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在各种渠道和场合中保持一致时，他们更容易识别并记住品牌。这有助于增加品牌的知名度和可信度。稳定印象。重复和一致性有助于稳定消费者的印象。品牌或产品的印象应该是一致的，以便消费者能够信任品牌并知道可以期待什么。如果印象不断变化或不一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品牌失去信心。市场份额增长。通过不断重复和一致地传达信息，企业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增加市场份额。因为消费者更容易信任并选择他们熟悉的品牌或产品，所以品牌的市场份额通常会受益于重复和一致的市场营销。建立品牌忠诚度。重复和一致性也有助于建立品牌忠诚度。当消费者不断受到相同信息的影响，并且与品牌的体验一致时，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忠实的品牌支持者，长期购买品牌的产品或服务。总之，重复和一致性是市场营销中的重要原则，有助于建立清晰的品牌印象，增加市场份额和培养品牌忠诚度。通过不断传达相同的信息，并确保信息一致性，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并在市场中取得成功。根据定位、战略与市场的竞争中的选定目标市场概念，这一理论强调了企业需要明确定义并专注于特定的目标市场，以便更有效地定位他们的产品或品牌。以下是对这一概念的详细描述。目标市场的定义。选定目标市场意味着企业需要明确确定他们希望吸引和服务的特定市场群体，这可以包括特定的人口统计信息，如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地理位置、兴趣、需求等。通过定义目标市场，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受众，以便定位策略更具针对性。专注资源。选定目标市场有助于企业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包括资金、时间和人力资源。当企业专注于特定市场时，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开发产品、服务和市场活动，以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和期望。定制营销策略。不同的目标市场可能具有不同的需求、偏好和行为。通过选定目标市场，企业可以定制营销策略，以满足特定市场的需求。这包括产品设计、定价策略、市场传播和销售渠道的选择。建立品牌识别度。
选定目标市场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建立品牌识别度。当品牌专注于特定市场时，它更容易被这个市场的消费者识别和记住，这有助于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可信度。竞争优势：通过选定目标市场，企业可以更好地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他们可以专注于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并建立自己在这个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这有助于提高市场份额和长期竞争力。市场细分：选定目标市场通常涉及市场细分，即将大市场分成更小的、具有相似需求和特点的子市场，这使企业更容易理解和满足每个子市场的需求，从而提高市场效益。持续监测和调整：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不断变化，因此企业需要定期监测他们选择的目标市场，并根据市场变化做出调整，这有助于保持市场敏感性和竞争力。总的来说，选定目标市场是市场定位策略的关键一步，有助于企业更有效地满足特定市场的需求，并建立自己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的地位，这有助于提高市场营销活动的效率和成功率，并加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定位战略与市场的竞争中的案例研究是指在书中提供了多个实际案例，以展示定位理论的应用和成功或失败的实例。以下是对这一概念的详细描述。实际应用事例：案例研究提供了实际企业在市场上如何应用定位理论的详细事例，这些案例通常包括了企业的背景信息、市场竞争状况以及他们如何选择定位策略的过程。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案例研究涵盖了既成功又失败的案例，以便读者可以了解哪些策略奏效，哪些策略失败，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定位理论的重要性，并学习如何避免常见的错误。不同行业的案例：案例研究通常涵盖不同行业的企业，从消费品到服务业到高科技行业等。这种多样性有助于读者了解定位理论如何在不同的市场和环境中应用。策略分析：案例研究通常包括对企业的定位策略的分析，包括他们选择的目标市场、差异化方法、市场传播策略等，这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企业如何在市场中建立自己的独特地位。市场动态和变化：一些案例研究可能还包括企业如何应对市场动态和变化的策略，这有助于读者理解市场营销策略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教育性价值：案例研究不仅提供了实际的案例，还有助于教育读者如何应用定位理论来解决类似的市场挑战。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育价值，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市场营销战略。启发性：案例研究可以激发读者的思考，启发他们思考如何改进自己的市场定位策略。通过研究他人的成功和失败，读者可以获得洞察，以改进自己的业务。总的来说，案例研究在定位、战略与市场的竞争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通过实际例子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定位理论。这些案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以指导市场营销专业人士更有效地管理品牌和产品的定位策略。